福生无量天尊道有慈悲，贫道贤真在此与诸位结缘。在竞技体育的世界中，最直观的目标是取胜，但这一章告诉我们，真正的胜者并不总是那个看起来最强悍、最敢冲锋的那一方。老子说：“用兵有言，吾不敢为主而为客，不敢进寸而退尺。”这是一种拒绝主动压制、不依赖攻势压倒的处事与用力态度。若将这一思想引入竞技体育的语境中，我们会发现，这不仅不是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，反而恰是顶级博弈中最常见、最有效的心法与布阵思维。在任何对抗性竞技中，谁掌握节奏，谁便拥有掌控权。然而，掌控节奏并不意味着始终主动，而是懂得在适当时机放慢、让步、诱敌、回撤，换取更长远的主动空间。正如比赛中，真正成熟的团队往往不会在一开始就全力进攻，他们不是为了示弱，而是借由后撤与试探，引导对手过早暴露布阵，乃至失衡出现。这种策略便是退尺而非进寸的体现。表面看是让，实质是在布局与等待，而不为主而为客的态度，也常体现在那些不执着于控场主导的战术体系中。他们的关键不在于不断制造攻势，而是等待对方先动，以对的方式接招。在高水平竞技中，许多对局都体现出一个基本规律：越是急于得分的一方，越容易在节奏上陷入被动，因为强攻者若未及时得分，心态便易受影响，防守结构被迫提前拆解。而真正稳定的队伍则往往以柔克刚，用更多的传导、轮换、节奏变换去卸掉对手的主动锋芒。这种节奏控制本质就是不争的实践。行无形，攘无弊，扔无敌，执无兵这4句描述，正好对应了高层竞技中常被忽视却深具威力的无形运作。所谓行无形，正是比赛中那种不显山不露水的游动策略。表面上看，球权转移、路线摆布、位置游移仿佛无章可循，实则是一种非常有纪律的松弛之态。这种形而不显其形的打法，不是懒散，而是一种潜在的张力蓄积。正因为不一味显露意图，才能在对方松懈时展开突袭。其实这种方式在很多看似平静的比赛过程中非常常见，它建立在对空间感知与时间把握之上的高度协作。队员在看似无意的跑动与回传之间，实际早已完成了对防线节奏的牵引，而这种牵引的背后，正是行无形的道义显现。攘无弊是指在对抗中不依靠蛮力硬碰硬，而是以角度、预判、身体重心的运用来取得制空与优势位置。它不靠爆发力破局，而是靠顺势与借力得势。在战术执行上，这就像是用空间而不是人去完成封堵，用节奏而不是硬顶去解构防守。具体到比赛中，这种技巧往往表现为借力打力的防守动作，非强力式但高度有效的卡位与干扰，以及看似简单却精准到位的中距离控制。此时的力量是含而不露的。正如老子所强调的无弊，不是不用臂膀，而是不过度依赖肌肉的显性爆发。这恰恰是一种高级的用虚胜实的体现。至于扔无敌、执无兵，更能触及竞技精神的内核。这是说，在你进入对抗时，并不以对方为敌；在你调动整场策略时，并非依赖硬性对峙之力。这种状态其实更接近对规则的尊重，对比赛本身节奏的感知，而非对击败他人的渴望。在某种意义上，这就是一种静而不争的境界。你参与了胜负的游戏，却不被胜负欲牵引走判断；你在场上投入全力，却不以毁灭对方为目的。
竞技不是仇敌之间的战场，而是彼此磨砺之间的道场。轻敌正是违背这一精神的破口所在。老子在此章特别强调，祸莫大于轻敌，轻敌己丧无宝。在体育赛事中最容易出现轻敌的时刻，恰恰是自身实力明显优越，外界普遍看好，对手状态不稳的阶段。而一旦轻敌，战术部署就容易松懈，判断容易依赖经验而不是现场变化，心态也更难调整，应对突发逆境。尤其是在淘汰赛或系列赛中，对局的复杂性往往远超表面。轻敌不仅意味着信息误判，更容易导致整体战略失衡。这种战略上的松懈一旦产生，其后果往往无法逆转。在竞技的节奏中，一旦失去了敬畏心，便难以维系住稳定的决策机制。轻敌不只是看不起对手，更是在心理上放弃了准备，放弃了修为。这便是老子所说的丧无宝。失去的不只是某一场比赛的结果，更是那份对竞技尊严的持守。这种敬畏不是对对手的恐惧，而是对不确定性的清醒认知。竞技场如同战场，变化无常，态势难测，强弱相对。唯有在心态上保持每场皆可能败的底线意识，才可能持续打出每场皆可能胜的稳定表现。而本章的最后一句更是将道家之见提炼至极致。他说，抗兵相若，哀者胜矣。在竞技场中，这句话有着极强的现实指向意义。当双方技术、体能、战术配置都处于接近水平时，最后决定胜负的往往不是哪个队伍更强，而是谁更专注、更耐心、更能守得住自己的阵脚。所谓哀者，并不是懦弱、悲观，而是怀着某种深切的敬畏投入战局。他们不狂妄，不懈怠，不贪一时之功，不被眼前局势牵着走，而是始终以一种冷静、沉着，甚至带有审慎克制的方式面对每一个回合。这种心态在比赛中的体现，就是你在领先时不浮躁，在落后时不慌张，在对抗中不失形，在压力中不丧节。真正赢下这种对抗的，往往正是这样一方。哀者是比赛中的常备者，心理上的守拙者，战略上的慢工者。他们对整个赛程的感知更为长远，对失误的容忍度更高，对形势的反复更有心理预演。这种沉静与深度，往往才是通往最后胜利的钥匙。哀者的胜，并非源于对手的退败，而是源于自身内在节奏的稳固与持续。他们对规则的理解更深，对节奏的把握更细致，对整场对抗的结构更清晰。这正是道家思想在竞技中的深层回响。胜不在力，而在于心的齐整；胜不在技，而在于气的贯通；胜不在运，而在于形的藏与放之间。反观整个竞技体系，不难发现，那些真正成熟、可持续发展的团队，其核心理念往往并不在于不断打败别人，而是在于不断重构自己的状态，调整自己的节奏，稳住自己的系统。他们不以压倒性的胜利为唯一目标，而是追求长期的均衡发展，持续的状态稳定，系统性的心理韧性。他们深知一场胜利能带来的能量是有限的，但一种长效的心态调度机制则能支撑整个赛季、整段生涯的良性循环。这其实也回应了老子一贯强调的一个反的哲理核心：最强的往往是最柔的，最善战的往往是不战的，最险胜的往往是不险的。竞技所能传达的不只是速度与力量，更是一种心理韧性、节奏感知和结构自洽的修养历程。如果我们将这一章看作是老子对高强度竞争环境中人的行为、心态与策略的一次深度刻画，那它的现代意义就在于提醒我们，面对对抗，我们可以选择不主动挑衅，不急于胜出，
而是先稳住自身的节奏，在放与收之间寻找胜机，在退与守之中积蓄攻势，在看似被动之中赢得主动，在不争之中完成胜利的超越。而这种境界往往并不容易被外人理解。在下一章中，老子将顺势提出一个关键命题：既然道如此清明，为何如此难被相信？既然道义如此实用，为何总是显得不合人情？道难言，道难信。这种深层的认知隔阂，恰恰是第70章要解答的核心问题。我们下章将继续探索，当一个人走得越接近道，他所说的话为何越容易被误解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。《道德经》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